我估摸着，吕奏肯定会让你戴罪立功，到时候你多立几个战功，这医团还不就是你的吗？啊！别想了，走吧。什么？你怎么把小梅弄这儿来了？小梅，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？不是我让他来的，是他死活非得跟着我过来。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？现在的孩子主意有多多，你知道吗？他能听我的吗？为什么瞒着我？你是他姑姑，我是他亲爹。我现在不是跟你在说着吗？这么着吧，你要是能说服他脱下军装啊，我立马放人。报告。进来。爹。小梅。爹，我穿上军装了，好不好看？小梅，你不老老实实待在上海，到处乱跑什么？谁乱跑了？是娘让我来柳林县参加姑姑和齐团长的婚礼的。没想到婚礼被早早表哥搅黄了。表哥真是太有个性了。对了，爹，早早表哥也到教导旅了，你知道吗？早早也来了。嗯。在哪儿？被分配到医团了，听说是射击教官。小梅，听爹一句话，赶紧把军装脱了，回上海。爹，为啥我一来就赶我走？你知不知道，这个教导旅马上就要开拔了？知道啊，下星期就要开赴长城防线。知道你还来凑热闹，这打仗可是要死人的。我知道，这一大部分战士是因为受伤得不到及时救治才死的。我正好是护士学校毕业。这孩子怎么听不进去呢？我还是不是你爹啊？当然是啊。是你爹，把军装脱了，回上海。我不回上海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娘要是发火了，我可不管啊。原来爹是怕娘生气啊。你放心吧，我给娘发过电报，娘也给我回电报了。哼，你娘怎么说？8个字：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想不到啊，你娘还是个明事理的女人。那是，娘还给我们教导旅准备了很多急救用品，正准备给我们教导旅送过来呢。哎，小梅，到卫生队报道了？对啊，一进门就被姑姑教训了一顿。哦，她教训你什么？这里没有姑姑，只有队长。你应该回答是队长。哎，对了，爹，早早表哥有来看过你吗？啊，他还没来，刚来报道，肯定事儿多，晚上肯定会来这里的。对了，爹，我问你件事情呗。什么事儿？早早表哥不是你亲生的，对吧？这丫头，问这干嘛？你这是怎么了？爹，我喜欢早早表哥。你喜欢早早？也好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爹，你同意啦？我女儿看中的，肯定错不了。这么说，早早真的是姑姑和齐团长的儿子？喜欢吗？不喜欢。你不喜欢，你也不能随便乱扔刀子。我告诉你，你也是穿军装的人，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对待武器呢？武器？这也叫武器啊？不过也是，100年前啊，这的确叫武器，不过早就被历史所淘汰了。这话谁告诉你的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也对，也不对。那倒请教齐教官，什么叫做也对也不对啊？没错，这是冷兵器，早已经在历史中被淘汰了。不过也还不一定。齐教官大概还不知道吧？在历史上，八国联军是怎么打败曾格林沁的？
区区300人，从天津八里桥直下，打败了大羌最精锐的曾格林沁5万马队。这个我知道。你知道双方是使用什么武器吗？曾格林沁，蒙古的马队，他们用的都是弓箭和大刀，而八国联军他们用的是火枪和火炮。你想用这老古董对付日本军队的飞机、大炮、坦克、机关枪吗？早早，我问你，你杀过人吗？没有。见过血吗？也没有。那你在这纸上谈兵，算什么本事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军营里最不欢迎的就是嘴把式。你给老子记住了！你好好的想一想。爹，哟，早早来了。穿着军装就是威武。来，快坐下。走到，吃花生。爹，小日子过得不错呀，还有小酒喝。来一口。我不喝。怎么不喝了呢？这小时候，每次爹一喝酒，你总是缠着爹要尝一口，你忘了？没有啊，每次跟爹喝完酒之后，回家您就打我屁股。那为什么不喝呀？咱爷俩好几年没见面了，来，喝2盅。我在德国教官面前发过誓，做狙击手的原则：第一，不能喝酒，不能吃任何有刺激的食物，比如说葱、姜、蒜、洋葱、韭菜都不可以。哦，这么讲究啊？那是为什么呀？避免敌人发现你潜伏的位置。哦，还有这种说法，嘿，这也够玄乎的。行，爹不强迫你，爹自己喝。那你吃花生啊。早早，到一团报到了。住处安排了没有？安排了，跟齐教官住在一起。跟齐州住一起？是啊，团座安排的。团座说那是教官宿舍。齐教官是武术教官，我是射击教官，所以……这个许之峰简直是乱弹琴。你是留洋回来的高材生，他是私通乱党的犯人。吕作他是看在把兄弟的面子上，才让他当大刀队的队长。哼，说白了，全旅上下还缺500条枪，就让这500人练练大刀，装装样子。啊，是这样啊？咱们不是正规国军吗？咱们不是马上就要上战场了吗？怎么一个士兵1把枪都配不起啊？虽说是国军，可咱们是杂牌军，只有委员长的嫡系中央军才有全套的德国枪炮。哦，这是德械师，中国部队的精锐。我以为我会进这样的部队，没想到，唉。怎么了？后悔了？后悔倒不后悔，巴不得现在就上战场呢，好检验一下我这几年到底学了怎么样。爹，我给您送馄饨来了。嘿，有个闺女就是好。表哥也在。尝尝我的手艺，正宗的上海小馄饨。着实不错。表哥喜欢？那我以后天天给你做怎么样？做一辈子。堂妹，这玩笑可开不起啊！你看我爹干啥？别怕，我爹答应了。爹答应什么了？答应咱俩好啊。我爹说了，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。爹，您开玩笑的吧？爹开什么玩笑了？我和小梅都是您亲生的，怎么可以能……早早，小梅是我亲生的，可你……我怎么了？也该告诉你了。其实你是你娘和齐昭的儿子。不可能！齐昭是你的亲爹。你骗我！早早，爹说的都是真的。那我3岁的时候，
你说你是我亲爹的。那个时候，齐昭是黑风岭的土匪，爹怕你被人冷眼，被人瞧不起，这才这么说的。表哥，你没事吧？哎，表哥，你别……来，早早，爹陪你喝个痛快。早早，你回来了。齐教官，你很得意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，在军营里不能喝酒？你说，去哪里喝的？跟二团团长贺团长喝的。贺良才在搞什么名堂？怎么了？要请吕作亲自来处罚我们是不是？好了，你喝醉了，我带杯水给你喝，让你解解酒。来，喝吧。我不喝水。你为什么要讨好我？是不是我娘教你的？啊！早早，你说的什么话？你、我娘、许团长、常旅长，你们都是一伙的。你们串通好，让我认你这个爹，是不是？啊！好了，你喝醉了，说的都是醉话，先休息吧。我没喝醉。你、我娘，为什么要讨好我？啊！你们拼命的讨好我，你以为你能摆着老资格教育我是吧？啊！早早，看来你对我有非常大的意见。没意见，也不敢，只不过是瞧不上。怎么个瞧不上法？不用你摆着老资格来教育我，也不用来讨好我。如果你想让我认你这个爹，那就让我佩服你。好，有一天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。小梅，这些都是止疼药，待会儿你把他送到6团去啊。好。齐昭，是，有事吗？啊，没什么事情，我刚路过就过来看一眼。小梅，啊，拿去吧。坐。哎，谢谢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说吧。其实也没什么事情。刚才我和早早在寝室里面聊了一下，我觉得早早她现在真的是懂事了，而且还端茶给我喝。是吗？齐昭啊，你就是一个天生不会撒谎的人。我看是你给早早端茶倒水了吧？哎呀，你就不应该这么惯着她，她不是小孩子了。其实呢，我也没有惯着她，老兵关心新兵是应该的。说真的，我还真是有点气啊。你生早早的气啊？不是，是那贺亮才，他们晚上在那团部里喝酒，早早还喝了不少呢。喝酒？这贺亮才怎么这样？这不是带着早早违反军纪吗？可不是嘛。怎么？你准备去告发他们？我没有这个习惯。我来呢是要跟你讲一件事情。刚才啊，早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，什么时候他佩服我了，他就认我这个爹。那可就要看你自己啦。早早，你起来了。来，先喝杯水。军法处长，你来找我有事吗？齐昭，我不是来找你的。你是贺早早？我是贺早早，怎么了？昨晚喝酒了？
喝了没有？喝了。请你明确回答。我喝了。在哪里？跟谁一起喝的？是不是要处罚我？请跟我走一趟。去哪里？禁闭室。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个伤员，绝对不能马虎。是。姑姑啊，队长，怎么了？早早被关禁闭了，还有我爹。啊？是吧？早早，齐少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给早早送早饭，顺便呢打了2份，你们就一起吃吧。哼，齐少，你就是个小人。贺连才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哼，我跟早早喝2口小酒，你心里不舒服是吧？真是没想到啊，你就这么小心眼儿。贺连才，按照规定，军营不许饮酒，你不要明知故犯。少跟我扯军纪军规！老子前几天举报了你，你的团长被撤了，心里记仇啊！你这是小题大做，故意报复，故意出我阳下。齐昭啊齐昭，真没想到，你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放过。贺团长，关禁闭不许说话。齐队长，您可以离开了。贺连才，别生气了，赶紧吃吧。滚！用不着你假惺惺的。玉瑶，齐昭，你也来看早早啊？我来送早饭给他们。送过了。早早吃了吗？吃了，他吃得很香。哦，那我哥呢？他，别提他了。我哥又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哎，小妹，来得正好，饿坏了。饿坏了，那个怎么不吃啊？嘿，我怕吃了不消化，前脚告密，后脚做来送早饭，什么玩意儿？你这话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你说齐昭告密啊？除了他还能有谁啊？早早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事情没弄清楚之前，别生你爹的气啊！我不生气。不生气啊？那如果真的是你爹告的密，还把你关了禁闭，你也不生气啊？真的不生气。为什么呀？我不但不恨他，反倒有点佩服这个齐大队长。啊？这是为什么？江湖义气啊，那是土匪；铁面无情、恪守条例才是军人。现在的孩子我都弄不懂了。行了，赶快吃吧。吃！玉去吃吧。你自己吃吧。队长，你去看过早早了？看过了。他早饭吃了吗？吃了。那他精神还好吗？挺好的。咱们就要开拔了，这下见不到早早了。怎么就见不到了？过一会儿不就放出来了吗？什么？一会儿就放出来了？啊，关禁闭就关1天。才关1天？这个混蛋军法处长就会说大话。军法处长说关几天啊？他明明说要关10天的。何小梅，是你去告的状是不是？你干嘛要去告状啊？我不想早早和我爹去战场，他们被关禁闭，就不用去长城防线了。哎呦，你这个丫头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你现在是个军人，应该让他们把你关了禁闭。真的？太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跟早早在一起了。你想得美！罚你去打扫厕所，现在就去。是，队长。小孩子真是。早早，你回来了，禁闭结束了。早早，
有件事，我想跟你解释一下。昨晚喝酒的事情，不是我告发的。什么？不是你说的？不是我告发的。齐大队长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我说早早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是哪里让你失望了？我不想说。2、3、4、5、6。贺教官，大刀队这气势真威风，话架子早就过时了。贺教官，咱们一会儿去哪儿练枪？抓到刀那么好看吗？哦，那我给你2分钟看的时间，2分钟之后，到操场外来找我。第一个找到我的人，有奖励。咱们教官可真傲气。贺教官是2团贺团长的儿子，当然傲气。我可听说咱们教官其实是齐团长的儿子。哦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8、9、10、1，好。哎，贺教官呢？他不是说好让咱们在这等着吗？咱们等了这么久都没找到他，他是不是找个没人的地方睡大觉去了？别动！你们已经找了我7分钟了。如果我是你们的敌人，5分钟之前你们已经全部阵亡了。这就是今天给你们上的第一课，战场潜伏。是。1，好。2，刀放平。3，横看刀锋。4，这才是西家刀法的精髓。5，好。6、7，脚位不错啊。8、9。李座，战区长官部急电。回去立刻召集各团团长、各营营长，还有大刀队队长齐刀参加紧急会议。是。各位，我们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热河16所据点。据刚刚得到的消息，热河省主席带领着他的10万守军仓皇逃跑。我们混成旅下属的一个骑兵中队，不费一枪一弹，占领了热河的省会承德。根据陆军省和关东军的指示，我们察哈尔派遣军下一步的进攻重点是中国的长城防线。长谷川次郎连队长，有。长谷川连队立即出发，奇袭喜峰口。嗨。诸位，敌情有变，我们不能在这里等待29军主力到达。上峰急电我们赶到喜峰口，务必3天之内到达。吕座，可军长大人，29军军部已经从山西阳泉出发了。宋哲元来电报，教导旅作为29军先头部队，提前赶赴喜峰口。听说军座还为咱们教导旅专门写了几个字。吕座，宋将军写的什么字？我也不知道。等明天上午举行誓师大会的时候就会送过来。现在我命令第29军教导旅进入1级战备，明天上午7点进行誓师大会，奔赴喜峰口。是。哎，早早，你来啦？你是来看我的吗？我是来找我娘的。小梅，你先忙去吧。找我干什么呀？娘，我是来求你件事的。求我？你说吧。急救包。急救包？急救包昨天已经分到各团各营了，你们没收到吗？我们收到了，但只收到了5个急救包。收到了还来拿？我们不是普通的作战单位，
我们的士兵需要每一个人都佩戴急救包。凭什么你们要特殊啊？因为我们在战场上都是单兵作战，说白了就是打冷枪，没有掩护，没有支援，万一受伤了，我们只能自救。你还想要多少个？至少25个。我不敢保证，我得给吕作打个电话向他请示。你先到门口去等我吧。是。喂，帮我接一下吕作。哎，吕作答应了。太好了，娘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求娘办的事儿，娘给你办成了。娘也有件事儿要求你。什么事？等上了战场啊，好好保护你爹。娘，太高看我了，人家用不着我保护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是大刀队长，多威风啊！再说了，我也保护不到。这话是怎么说的？大刀队肯定没机会上战场。我可不这么看。你爹这回啊是戴罪立功，他的脾气，一旦上了战场，那肯定是要跟小鬼子拼命的，所以你得保护他。就算是这样，我又不是他的家的警卫员，凭什么要保护他？因为你是他的儿子，我是他的妻子。脸皮还真厚啊！你说的什么话呀？你们结婚了吗？结了2次。说起这事我就生气，我还没机会找你算账。要不是你啊，你娘能有那么丢脸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娘，我会替你好好保护齐教官的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你怎么保护他？哎呀，这还不容易啊！把他关在屋子里，门窗都钉死喽，门外加双岗，这样万无一失。你个破孩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跟娘开玩笑，真是。娘，我先走了。老子儿子没一个能让我省心。全旅听口令，立正！教导旅的全体战士们，你们听着！2年前，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东北；2个月前，关东军占领了山海关。就在几天前，日本察哈尔派遣军又占领了热河。泱泱中华，山河破碎，这是我中华男儿之耻，是中国军人之耻。现如今，日本人又瞄准了长城，妄图侵犯我华北，威胁北平、天津。我们都是身穿军装的军人，你们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决战长城，打退小鬼子！决战长城，打退小鬼子！决战长城，打退小鬼子！说得好！我们教导旅虽然刚刚成立，但是我们旅的将士们都是铁骨铮铮、保家卫国的好汉。下面我宣布命令：日军第2师团混成旅团正在向喜峰口方向进犯，我们作为第29军先遣队，立刻奔赴喜峰口布防。侦察机，命令部队继续前进。是，机长，看见小鬼子飞机没有？看见了。鬼子会很快得知我军意图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东洋鬼子断定我们会增援喜峰口？是啊，一会儿小鬼子肯定还会派轰炸机过来，到时候我军虽然可以隐蔽，但是前进速度一定会大大减慢。吕作，要不我们走小路？你说什么？这里有小路？是啊，我找了一位老乡。他说有捷径可以直通喜峰口，
而且很隐秘。可是咱们这么多马匹还有物资，走不了小路。这样吧，齐昭，你带大刀队从小路出发，急行军赶往喜峰口，我带其他队伍走大路，咱们喜峰口会合。是。报告，阁下，旅团长电报。陆军航空兵已经侦察到中国军队向喜峰口长城方向增援。上尉邵总，你有什么建议？马上向军部报告，然后建议出动飞机轰炸中国增援部队。很好，好，马上发报。嗨。还有，立即通知第2大队奔袭喜峰口，尽快占领。嗨。老乡，你确定这条路是通往喜峰口的吗？过了前面这座山就到喜峰口了，但是这条路呢，只有我们当地人知道。不过到达喜峰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好，这次真的谢谢你了。哎，队长说的哪个话？为了抗日打鬼子，我是应该的。出发！大队长阁下，连队长命令我们奇袭喜峰口，不许半路休息。哼，这个特高个出来的家伙根本不懂中国战场。可是，如果在这附近休息，肯定全是中国军队的探子。我巴不得中国的探子把我们的行踪告诉给喜峰口的守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可以断定，一旦喜峰口的守军知道我们大队将要袭击他们，他们就望风而逃，我们就可以兵不血刃占领喜峰口。嗨！连长，快叫兄弟们上城墙，准备作战吧！作战？战你个头！咱们才这么点人，他们有1个大队，咱们守在城墙上，他就算有1个大队，也拿不下喜峰口啊！糊涂！他们现在派的是先头部队，先头部队就有1个大队的力量，他们主力部队起码有1个师团，明白吗？1个师团！传号命令，全体集合，向后方转移。连长，逃跑可是要枪毙的呀！笑话！任和生主席带着10万大军逃跑，1个汗毛都没掉。他们能跑，咱们为什么不能跑啊？连长，快走吧，鬼子兵说来就来！快，把排军撤了！来，走！站住！说，你们哪个部分的？我是喜峰口，守备连连长。你们是哪部分的？我们是29军教导旅大刀队。教导旅？大刀队？没听过呀。你们喜峰口现在有多少人在这防守？没有了，都在这儿呢。到底有没有接到转移阵地的调令？这位长官，您是？这位是我们教导旅大刀队大队长齐州。长官好。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们是没有接到转移阵地的调令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要弃守，擅离阵地呢？因为鬼子来了1个大队。要不长官，你们跟我们一块撤吧。撤退？你要我们跟你们一样当逃兵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是来打鬼子的。就凭你们这些大刀骗子，还想打日本人呢？这是在临阵脱逃，老子一枪毙了你！长官饶命！打住，把枪放下。打他这种败类只是浪费子弹，不如剩下子弹去打东洋鬼子。多谢长官。打住，把这个败类送去军法处送审。是。把这个败类给我押下去。是。大队长，那剩下的人怎么办？走。各位兄弟，我齐州问你们一句，想不想跟我一起打东洋鬼子？想。好，你们就跟着我去喜峰口打东洋鬼子，戴罪立功。是。前面带路，出发。队长，跟我们走。
这2个可是宝贝啊，真是差一点被这帮逃兵们给糟蹋了。大队长，你哪知道这儿有这个宝贝啊？就当是我多了个心眼儿呗。大壮，哎，你找一个炮兵过来。是。哎，你们谁会打炮啊？大队长，这小子会打炮。小兄弟，怎么称呼？长官好，俺叫刘二宝。你会开炮？报告长官，这门炮平时就是俺操作的。那你为什么逃跑的时候不带上它？俺就是个小兵，俺连长、排长都叫俺跟着跑，不敢不服从军令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报告长官，上个月，俺哥让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，还有俺爹、俺娘、俺妹子，都叫日本人飞机炸死了。俺全村死了300多口人。二宝，别哭了，男儿流血不流泪。你想不想为你全家人报仇？想，俺做梦都想打鬼子为俺家人报仇。可是俺连长、排长都是松包软蛋。好，你现在给我听着，你现在是我的兵，要是你不想报仇，你就是怂包，就给我滚！俺不当松包软蛋，俺想报仇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89军炮兵班的班长。俺现在就能当班长了？是。刘班长，到。你说炮弹放哪里了？就在城门楼子里边，一共20几发。好，等到东洋鬼子一来，你就给我狠狠地轰下去，为你全家人报仇。是，坚决服从长官命令。大壮，通知所有战士，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中国守军已经逃跑，命令第1中队接收喜峰口，其他2个中队原地休息。嗨。都隐蔽好，二宝，蹲下来别暴露。是。死死们！大队长，你上来，大家准备战斗。是。二宝，这次看你的了。是。大队长，我们的迫击炮打鬼子真的很威风啊！嘿嘿，大队长阁下，大队长阁下，喜峰口有防备，我们中计了。八个，你的士兵呢？大部分已经玉碎了。堂堂大日本皇军的一个中队被中国3流军队打败了，还有脸回来？大队长阁下，大队长阁下，饶局长，哎呀，真好。哎，
师傅兄弟，你也来了。是啊，紧赶慢赶，总算是赶上个尾巴。齐少兄弟，这次你们的大刀队真是上个痛快呀！师傅兄弟，要不是有这些硬家伙在，能不能击退东洋鬼子也很难说呀。是啊，齐少兄弟，你们是捡了个大便宜了，用迫击炮跟小鬼子干。你这哪是大刀队队长啊，简直是炮兵大队加大刀队队长。看看你爹，威不威风？走走，这是干什么？800米以外有一个日本少佐，这么远，能干掉吗？好的，我们大队绝不能忍受这样的欺辱！天皇陛下的勇士们，随我踏遍西风口！大队长进光了，快上，快上！已经被我击毙了，这是我杀的第一个人。哦，走走，你杀的不是人，是畜生！好小子，一枪击毙，厉害呀！啊！走走，快把山坡上的鬼子都给我干掉！哎，对，团座，这个子弹是特制的，只有3发，现在只剩2发了。嗨，整了半天，昙花一现啊你！提招，吕作，恭喜你的队伍旗开得胜啊！吕作，谢谢你的夸奖。许志峰，到，命令你们一团马上出发，驻防喜峰口左前方5公里的羊角岭烽火台，一定要确保喜峰口的侧翼安全。是。团部就设在这里。王参谋到，通知各营长来开会。是。李副官到。警卫连马上警戒。是。陈副官到。向你做报告，就是一团已经到达了羊角岭，正在加紧布防。是。连队长阁下，羊角岭已被中国军队抢先占领了。真没想到，在中国军人里面，竟然还有如此有战略的指挥官。有没有查清楚，占领羊角岭的是哪个部队？查清楚了，是教导旅，29军教导旅一团。我记得在29军里，他们的编制里没有教导旅。这个教导旅是哪儿冒出来的？教导旅是原来的打铁关保安旅，在1个星期以前接受第2战区整编，成为第29军教导旅。打铁关保安旅，我们是不是又遇到老熟人了？没错，教导旅旅长常信忠，原来是柳林县的县长，现在他手上有2个步兵团，1团团长齐昭，2团团长贺亮才。中国有句古话，叫不是冤家不聚头。看来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。不过，齐昭好像被撤职了，原因不详。现在1团的团长是谁？许之锋。连队长阁下对他应该有些印象，他是原来齐齐哈尔督军府的副官。上次他们在齐齐哈尔，是他们跑得快，这次他们谁跑？连队部设在这里，这里的地名是白台子。连队长阁下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进攻羊角岭？你有什么建议？许之锋团全团有800人，主要的武器是步枪，他们全团总共只有6挺机关枪，并没有重机枪和火炮支援，而且防御工事没有建立。我建议连队长阁下连夜突袭。好，马上向吕团长阁下发报请示。嗨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这个都是宝贝，慢点啊！大正叔，大正叔，哎，好小子，懂事啊，知道叫叔了。嘿嘿，怎么着，跟叔捡点羊捞？看在你800米一枪制敌的份上，你当种叔啊，
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啊！不过你小子可不能太过分啊！怎么？大壮叔，你也太小瞧我了。日本军这些小零碎，我怎么看得起啊？哟呵，你要是不想捡这些零碎啊，你干嘛跟着我呀？这里地形特殊，不利于开火。日本军队之所以战败，是因为步战对防御战是以己之短对人之长，所以战败。嘿，你小子埋汰人一套一套的，脏字都不带一个。你这出国不光学会打洋枪，还学过挖苦人了你啊！大壮叔，咱们的战术总结会什么时候开呀？到时候我去讲讲课。啥玩意儿？战术总结会？啥意思啊？难道咱们打完一场战役不开一个总结会吗？嘿，你还想大刀队集合起来听你埋汰啊？臭小子，滚一边去！仔细打扫战场，别让有的人捡了洋漏啊！忍着点啊，马上就好。吕座，别动，我给你包扎一下。弟兄们，都坐下，不要动。弟兄们，今天吕作在百忙之中来看望大家了。弟兄们，你们都是好样的，我代表军座来看望你们。军座也知道我们啊。是啊，恭喜你们获得喜峰口保卫战的首场胜利，军座特别电令嘉奖，还让我代表军座，还有29军全体将士，向你们表示慰问。连队长阁下，吕团长来电，念。暂缓攻击羊角岭，尽快与喜峰口守军联系，务必运回阵亡官兵的尸体。大哥，连队长阁下，你怎么了？难道这个吕团长他是白痴吗？连兵贵神速都不懂。向吕团长发电，就说长谷川连队请求今晚夜袭羊角岭，明天中午之前进攻喜峰口。嗨！报告，李座，日军一个连队进军白台子，预计明天晚上到达。另外，第2师团已经到达喜峰口外边的岭口。日军的推进速度很快啊！参谋长，到达白台子的是日军哪个连队？是混成旅团的长谷川连队，连队长长谷川次郎。哈哈，老熟人了。是啊，这真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！我看来者不善呐。吕作，我们29军的主力何时会到喜峰口？2天之后。局长，你说这48个小时，我们能不能顶住？这说不好啊。报告吕团长，长谷川连队急电。你下去吧。好。哦，长谷川次郎请求对羊角岭守军再次发动夜袭。他还说，明天能够攻下喜峰口。山田君有什么建议吗？吕团长阁下，您刚刚上任，可能还不清楚。察哈尔派遣军军部原本打算让长谷川次郎担任混成旅团的旅团长。这件事我听说过。我还听说，他是当众侮辱了阁下，才令高层失望的。我已经原谅他了。那么长谷川次郎请求今天晚上发动夜袭，你认为他能成功吗？这一点我毫不怀疑。那么他说明天拂晓攻占喜峰口，他不是说大话吗？以我对长谷川次郎的了解，绝对不是说大话。那么你认为他攻占喜峰口有几分胜算？他完全有可能在天黑之前攻占喜峰口。好。电报长谷川次郎，今晚对羊角岭发动夜袭，明天拂晓之前拿下喜峰口。我是长谷川次郎，命令炮兵队在15分钟之后对羊角岭第1道防线采取进攻。命令乃木大队30分钟之后开始进攻。
他吗？李营长，几门迫击炮就把你们吓成这样了，你是不是打电话要增援？团座，我不是要增援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推到第2道防线，鬼子还会炮击。团座，小鬼子打得非常准，10分钟炮击，敌营已经伤亡1/3了。你要不要直接推到团部来？到桌子底下做炮弹。团座，你听我说，我不听，就一句话，敌营还有1个人，绝对不能放弃阵地。团座怎么说？我早就建议团座一定要让防空洞，可他非不听。要做小鬼子出城了，团座不让退，兄弟们咱们拼了！团座，第1道防线失守了。什么？1个小时都不到就失守了？营长呢？他干什么去呢？老子要处分他！营长和营全体官兵都牺牲在阵地上了。营长牺牲了？第1道防线快速失守是什么原因？是没有防炮洞。小鬼子15分钟炮击，营就伤亡过半，防御力量打了个对折。团座，观察哨报告，日军的冲锋很有章法。日军在冲锋过程中提前摧毁我军机枪火力点，导致我军防守火力薄弱。日军在用机枪压制战壕，瓦解抵抗。看来这帮小鬼子战术素养很高，战术配合也很熟练。是的，团座，这帮小鬼子很凶悍，也十分的狡猾。命令，第2道防线，赶紧组织人手挖防炮洞，每个机枪点赶紧构建新的射击点，把一梭子换一个地方，不要被鬼子的观察哨锁定。团座，这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日军刚攻下第1道防线，不会发起新的进攻。再说，他马上就要吃饭了，所以单兵防炮洞1个小时就能挖好。我营接到团座命令，你们让通知各连长挖防炮洞，要快。是。报告连队长阁下，乃木大队已经占领羊角里第1道防线。很好，乃木，我要嘉奖你，也要嘉奖你们队里的每一位将士。不过现在不是庆祝的时候，一旦我们占领了羊角岭，我会向每一位皇军的战士敬上我们最纯正的日本清酒。通知你的连队，5分钟之后，对羊角岭第2道防线准备进攻。嘿。许团长，吕总，许团长电话。喂，许团长，怎么没有声音？喂，电话线可能被炸断了。许团长说，小鬼子迫击炮很厉害，打得很准。羊角岭的战况如何？第1道防线已经被攻占了。什么？这么快，第1道防线就丢了？是的。许团长说，小鬼子拿下第1道防线以后，没有休息，没有吃饭，立刻对第2道防线发起进攻。许团长请求增援。日本这个察哈尔混成旅团现在到达什么位置了？1小时前，察哈尔旅团已经到喜峰口位置了。鬼子的这一手很毒辣呀！29军主力还有8个小时才能到喜峰口。日本人是想打咱们的时间差。现在喜峰口只有贺亮才的2团在防守，他们一定会来打喜峰口的。可是羊角岭不能不救啊！要是1团没了，到时候军部和军座追究下来，见死不救，那是大罪呀！有道理。命令，许昭带领大刀队马上支援羊角岭。是。一个
莱莫大队长马上要攻克第2道防线了。是可以，这才是我需要的战争。天皇陛下无畏的勇士们，辉煌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了。我们要用敌人的鲜血来证明我们才是帝国无畏的军魂。阮少佐，连队长阁下，马上命令部队协助乃木军进入羊角岭第2道防线。嗨！继续跑，继续跑！队长，快，快，快呀！快！给我狠狠的打，一定能赢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小鬼子上来了，给我打！到达什么位置了？已经传达连队长阁下的命令，正在架设炮位。很好，命令炮兵中队立刻测定烽火台位置，协助乃木大队展开全面进攻，一鼓作气拿下烽火台。少佐，连队长阁下，前方情况怎么样了？乃木大队已经带着他的队伍冲上烽火台，很快就会有消息。可惜，希望马上可以得到他们的捷报。团座，小鬼子快要冲上烽火台城墙了。什么？二营长他是怎么打的？机枪都被小鬼子炸毁了，小鬼子的重机枪咱们顶不住啊！他们顶不住，老子自己上！团座，你不能离开这里！放开我！这是你的岗位，你的岗位在团部。命令一团所有警卫人员死守烽火台，坚决死守，杀尽全员。是。兵士们，冲啊！冲啊！接到撤退命令了吗？没有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你敢私自撤退？知不知道当逃兵是什么下场？太可怕了！他们增援部队到了，个个手持大刀，刀刀见血，可着咱们战士的喉咙。大刀？难道2把大刀就把你的胆给吓破了吗？你就这么怕死？我不怕死，我们是怕被他们砍了头，我们的灵魂回
不了故乡。传我命令，全体撤退。嗨，吉儿兄弟，我谢谢你们，我代表新一团谢谢你们的大刀队。如果你们再晚来5分钟的话，为什么战壕里没有防炮洞？吉儿兄弟，你们辛苦了，来喝口水。来，回答我，为什么战壕里没有防炮洞？为什么500弟兄死在小鬼子的炮火里？为什么团里的机关枪全被小鬼子炸毁？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，全部毁在你一个人手里。许志峰，你不配当一团团长。齐少，少跟老子吹胡子瞪眼！你以为一团长成这样，我心里比你好受吗？不过，这仗打下来，我也觉得自己不配做这个团长。所以，如果你做这一，马上恢复你团长的职务。我是一团许志峰。许志峰，你的建议我同意了。齐昭到了没有？到了，是齐昭大刀队打退了鬼子。让齐昭马上接电话。是。吕座要你接电话。喂，吕座，我是齐昭。齐昭，我命令你马上接管部队，收缩防线。还有，你让许志峰护送伤病员，马上都送到旅部卫生队。是，我接受吕座的安排。报告，电报。军座回电，恢复齐昭团长一切职务。吕座，齐昭请求补充弹药。告诉齐昭，我没有多余的弹药给他，正因为没有弹药，我才派大刀队去增援羊角岭的。明白。报告。早的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射击队训练的怎么样了？报告吕座，不怎么样。这是什么话？来，坐下说。报告吕座，我不敢做。你这个爹娘老子都不怕的小子，怎么连坐都不敢坐了？我怕我坐下之后又要站起来。我不会骂你的，说吧，什么事？我是来为我们射击队要子弹的。嘿嘿，何早早，你还真敢开这个口啊！你们射击队不是每个人发了100发子弹了吗？射击训练3天，我们基本每个队员已经用掉了80发子弹。不会吧？你们也太浪费了吧！哎，对了，你们的射击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100米距离人头靶，150米距离胸环靶，一半以上队员已经有把握了。已经很不错了。但是现在咱们部队弹药紧缺，没有多余的子弹给你们继续训练了，只能在实战中提高了。吕座，我们射击队请求去羊角岭。啊？怎么？你是怕在我喜峰口没有仗打是吧？喜峰口对于我们来说局限太大，很难发挥。说的有道理，说说你的想法。守在城墙上打枪是个兵都会，羊角岭地形复杂多变，更适合狙击手伪装潜伏，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。说得好，但是我不同意。吕座，不要说别的了，我说不同意就是不同意，赶紧下去吧。是。娘，早早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啊？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胸口怎么了？快跟娘说说。郁闷。郁闷。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去请战了，被吕座拒绝了，是不是？娘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是我生的孩子，你怎么想娘不知道啊？娘，我在我队员面前已经夸下海口了，说吕座肯定会同意我去支援羊角岭，这下我还怎么做他们的头啊？你还知道要面子了？娘，你去向吕座求求情，让我们的射击队去增援羊角岭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？这喜峰口也是前线，你还怕没仗打不成啊？娘，这个你就不懂了。只要羊角岭在咱们手里，白台子日本炮兵阵地就建不起来，没有炮兵的支援，日本鬼子不会贸然进攻喜峰口。你是听谁说的？这个还用说吗？看看地图，3分钟就知道了。其实说白了，羊角岭就是喜峰口的命脉。不错呀，你现在赶上半个参谋长了。娘，你不是让我去保护齐教官的吗？他在羊角岭，我在喜峰口，该怎么保护啊？娘是说过让你去保护你爹，我可没说过保护什么齐教官。行，我去保护我爹。这还差不多。哎呀，
这孩子呀，光想着自己上战场，你就不想想你亲娘把你送上战场是什么滋味？行了，我试试吧。谢谢娘。报告。哦，贺队长，怎么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吕佐，我想替早早求个情。啊，这家伙刚才已经来找过我了，可是被我拒绝了。你要是替他说情，可是得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啊。是，吕佐，其实你也知道，这些年早早一直不肯认齐昭这个亲爹，可是他刚刚为了去羊角岭，他亲口跟我说，他愿意上战场去保护他爹。所以您说，就冲这个理由，我是不是该帮帮他？人们常说，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如果因为这场战役能够让他们父子相认，那真是好事一桩啊！再说，保住羊角岭对这个喜峰口非常重要。早早去了，应该能发挥它的独特作用。你的这个提议，我同意了。谢谢吕佐。各位兄弟，今天这一仗我们算是险胜，也算是惨胜。我们兄弟们伤亡了不少啊！将帅无能，累死三军。吕佐根本就不应该让许知峰当一团团长。三营长，你的话不能这么说，这都是过去的事情，你就不要再纠缠了。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如何守住羊角岭。团座所言极是，守住羊角岭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我是这么想，我们没有必要再维持3个营的空架子。我是想把2营剩下的没有受伤的兵和1营的炊事班全部补充到3营。现在3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给我守住烽火台。谢谢团座，卑职一定守住烽火台。报告团座，咱们的弹药不多了，再不补充恐怕危险。你有向吕座报告过了吗？已经跟吕座3次请求补充弹药。那吕座怎么说？吕座没有回答。吕座真是铁公鸡，一毛不拔。说起羊角岭有多么重要，可现在到关键时刻，装聋作哑，什么都不管。三营长，别乱说话。吕座不是给我们派来了团座吗？不是还派来大刀队吗？可弹药怎么办？我的兵每个人手里只剩3发子弹了。明天鬼子再冲上来，叫我怎么办？今天晚上我带大刀队去取弹药。团座，去哪里取弹药？白台子。团座，要是去那儿，那里可是有鬼子一个连队啊！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我们缴获了日军的38大盖，张古川四郎也应该贡献一点弹药什么的。团座，干脆我带大刀队去就行了。你这次就别去了。为什么？你是一团之长，得做这羊角岭啊。我们都已经没有弹药了，我留在这里也是等死啊！我反对夜袭白台子。怎么说？从今天的战斗看，白台子的长谷川连队长很凶悍，也很狡猾，战绩把握十分准确。他一定猜到我们会夜袭白台子，肯定会有所防备。你了解长谷川四郎吗？不了解。我很了解他，他算是我一个老朋友。团座，你咋跟鬼子连队长是老朋友？他不只是我的老朋友，还是结拜兄弟呢。团座，你跟他是结拜兄弟，那可是要杀头的呀！你说的没有错，我和长谷川四郎是杀头之交。今天我不杀他的头，他就会杀我的头。三营长，城墙上的尸体要怎么处理？我的兵正在抬尸体，我打算把鬼子的尸体都抬到那烽火台上去，看他敢不敢上来。你这个主意太狠毒了，不过我同意。马德壮，到！你带大刀队的人先去把城墙上鬼子们的尸体的军服全给我扒下来。记得，你给我准备一件军官的制服，要配上指挥刀，还有白手套。团座，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兄弟冒充小鬼子，去白台子来他个大闹天宫？哼，大闹天宫？你以为我是孙悟空吗？我们今天的目标可是要夜袭日军的军火库。团座，可要是我们碰上了日军巡逻队，不会日语咋办？哎，团座，我学过一些简单的日语。什么？你会说日语？那你教我的兄弟们说几句简单的日语绘画。是的，团座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夜袭白台子。还有，我们可不是去打仗，哼，我们是要向日军借枪支弹药。对，他要是不借，咱就抢。好，对了，大壮，
我这里有一些糖，我想弟兄们都很辛苦，你就把这1包糖都发下去吧。那我就代表弟兄们谢过谭座了。玉瑶，谢谢你送我的糖。今晚的行动很危险，长谷川次郎肯定戒备森严。说实话，我没有把握，可我只能硬着头皮上阵，带着这帮兄弟死里求生。队长，你打喷嚏了，肯定是齐团长想你了。小丫头，别乱说。真是这样的，不信你打电话到羊角岭团部问问。打就打，我还不敢打，怎么着？我就打。喂，总机，我这里是卫生队，帮我接一下羊角岭一团。喂，是羊角岭一团吗？是。哦，我这边是卫生队，帮我找一下你们团长。齐团长不在。啊？他不在啊？那找一下马大壮。马大壮也不在。都不在啊？去哪儿了？这个事情要保密。保密？谢谢啊。怎么又不在啊？他们会不会去查岗了？不知道，但我怎么突然觉得心里不踏实啊？不行，小梅，你在这儿盯着，我去问问。小梅，早早，你来啦！这次你肯定是来看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来找我娘的，我娘人呢？你娘去旅部了。哦，你等她回来，记得帮我转告她，我要走了。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增援羊角岭。我也要去。你去干什么？你又不会开枪。我是卫生队员，我可以上战场。啊，这个我给忘了，你还真有用。就是说你同意啦？那等队长回来以后，我马上请示。可是我们的部队已经集合好了，马上就要出发了。那我给队长留张条子。报告。贺队长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，哼，你这一犹豫啊，我就知道，你肯定是想奇招了。吕座，是这样的，我刚刚给一团团部打电话，他们说齐招不在，说马大壮也不在，我心里就开始打鼓了，想问问您，今天一团是不是有任务啊？应该不会吧？他们有任务应该提前跟我打招呼。我看你啊，就是太关心齐招了。那可能是我多心了。你放心吧，如果一团有行动的话，肯定会提前跟我打招呼的。你下去吧。是。快跟上！快，都跟上啊！快！报告，连队长阁下，刚刚收到电话监听员的报告，羊角岭的齐招不在团部，出去了。出去了？他们去哪儿了？电话里没有说明，还提到一个叫马大壮的也出去了。真有意思，这么晚离开团部，他们干什么去？秀子，你猜他们会去哪儿？也许他们去查岗了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今天晚上有不速之客要来。连队长阁下，谁要来？齐招。齐招？连队长阁下，您是说羊角岭守军要对白台子夜袭？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个胆量？别人有没有这个胆量我不敢说，但齐招一定会有，而且他一定会来。秀子，听明白了？明白。那好，现在马上去安排。嗨。这里就是鬼子的军火库，召集下面的人整好军装。我们现在伪装成日军的巡逻队。是，兄弟们，准备行动，出发。
连队长阁下，怎么样，秀子？按照您的指示，陷阱已经全部准备好了，只要齐昭他今天晚上赶来，就不可能活着出去。只要齐昭他今天晚上够胆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站住！什么人？连队部特别检查组检查军火库房屋。特别检查组？没听说过，听说是证件。快去军火库！快！有人袭击军火库，回去报告连队长，快走！全都是军火。队长，都是好家伙。队长，这里还有机枪。好，大家抓紧时间，把这些枪支弹药全部带走。是，动手，动作快，快！天色已经不早了，齐昭他们为什么还没有动静？连队长阁下，齐昭他不会不知道自己的实力。白天的战斗，羊角岭的兵力就已经剩下不到一半的战斗力。他们的大刀队再厉害，守在城墙上还可以，但是要想夜袭连队，我认为不可能。报告，连队长阁下，什么情况？军里的暗哨报告，军里出现了一个小队的士兵，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。什么？是本连队的士兵吗？他们拿什么武器？都拿着战刀。不好，齐昭的目标不是连队部，而是军火库。快点，围攻军火库！报告队长，鬼子大军来了！他奶奶！大壮，你带着军火和弟兄们赶快撤退。大队长，军火比我重要，你先撤，我来掩护。不行啊，无论如何，这军火不能留给东洋鬼子。放心吧，老子一颗都不给他们留。快走吧。好，那你小心一点。其他人跟我撤退。是，快吧，快撤，快！兄弟们，快！报告，连队长阁下，军火库被炸了。什么？不过我们抓到一个俘虏。我太大意了，是我太愚蠢了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齐昭的目标竟然是我们的军火库。长谷川君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吕团长阁下，我很抱歉。说声抱歉就完了吗？请吕团长阁下训示。我会马上给你补充弹药，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的军令状。3天的时间
只剩2天了。如果2天之内拿不下杨教领，我就撤你连队长的职务，把你改回齐齐哈尔军。旅团长阁下，我向你保证，在2天之内，我一定会拿下杨教领。如果我拿不下杨教领，不用旅团长赶我走，我会在连队部切腹自尽，以死谢罪。连队长阁下，您一晚上都没有睡觉，赶快休息吧。现在哪有时间睡觉？哎，你手上拿的什么？本连部中队长以下所有军官的病假单。拿来我看看。什么？痛风、腹泻、腰肌酸软，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耻的病假吗？连队长阁下，乃木大队更加过分。他们从大队长到下面的每一个士兵都开了病假单，要集体返回察哈尔养病。军医呢？把军医叫来，我要把他毙了！他在开完这些病假单以后就逃跑了。什么？乃木呢？乃木人呢？把他叫来，我要亲自审问他。我拿这些病假单的时候就问过乃木大队长，还有那些开病假单的军官。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，如果在这里继续待下去，会成为无头之鬼，灵魂回不了故乡。这简直是太荒唐了！这些人真是帝国的败类，我要把他们一个个送上军事法庭。可那样一来，连队长阁下的颜面何在？长谷川连队还怎么作战？就算是可以继续作战，那也会成为帝国陆军的笑柄。那你有什么建议？连队长阁下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可以消除士官的紧张情绪。什么办法？给他们每一个人做一个铁项圈，睡觉的时候带着铁项圈，这样就不会稀里糊涂被砍了头。荒唐，简直是荒唐！上野少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堂堂亚洲最无敌的皇军，难道要被几把大刀吓破了胆吗？属下失言，属下告退。等等，秀子，请原谅我刚才的失态，我向你道歉。我理解你的感受。另外，通知兵工厂，马上赶制你说的那种铁项圈。嗨，我马上去工兵连部。还有，给我也做一个。